这是初代萌王，这是世萌萌王。你会听到The超玩系列很萌，琳达贝尔很萌，拉布布很贵，好像萌这个字在网上就是用来形容可爱的。但你会看到一个词圈地自萌，这里的这个萌好像不是可爱，但去思考这个萌的意思，好像没有一个准确的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我们就得看到萌这个字刚刚兴起时候的意思了。最早的时候，萌是用来形容对 ACG 作品中的虚拟人物产生一种强烈的类似于恋爱的情感啊，对，用现在的眼光看，那就是 YY。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萌王看着和可爱完全不沾边的原因。萌这个字在这个时期的用法和喜欢差不多啊，我萌上了樱岛麻衣，对我来说很萌雪之下雪乃，我萌的是夏之秋诗雨，这样的句子直接把萌替换成喜欢完全没有问题。而有些不能直接替换的，比如我萌八奈见杏菜，这里的萌的用法和现在的推文化几乎是一样的，直接理解成我推是老八，基本上可以无缝衔接。而萌文化和推文化最大的差异只有萌文化是向内的，推文化是向外的。在二次元环境还是萌文化的时候，圈地自萌就是一个最好的防御机制，我玩我自己的又不打扰你们，你们来批判我干啥？而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还给二次元的未来留下了不小的隐患，这个我们后面再讲。推文化是一种我喜欢这个我要表现出来，如果你觉得不爽，那我可就要攻击你了。对于圈外评价可能会应激，对于圈内那更是耳朵里容不得任何批评，某种意义上也是和萌文化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反正就是你不能批评我。其实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从两部动画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俺妹里面的童奶喜欢玩一些懂得都懂的游戏，但是自己藏起来偷偷玩，内心会觉得这些是不能见人的。跟一柔里面的海梦会大方的去 cos， 还会把周边直接挂在包上，哪怕是个大家懂得都懂的游戏。童奶就更接近萌文化的表现，海梦的做法就是明显的推。通过这个我们也能看到二次元在这个世界中的演变是一步步走向大众的，但不是变得大众化，而是让大众接受二次元原本的样子。很可惜现在的二次元并没有做到这一步，反而变成了大众能接受的样子，这样看还挺唏嘘的。至于为什么萌会变成某某某很可爱的意思吧，其实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你看现在的哈基米就知道了，当你没办法去矫正网络上哈基米是猫的认知的时候，那只有顺从甚至变本加厉。而萌这个字之所以没有变成哈基米那样，还是因为缺少一个变本加厉的抓手。其实用我们作为宅宅的视角来看，这就是主流文化对于亚文化的强行挪用，导致了认知偏差，然后还要逼你去承认他们是正统，这样想想还挺变态的。最后我们来说说看前面提到的隐患。圈地自萌这个概念出现之后，其实被很多地方拿去用了，甚至成为了好多 KY 精的护盾，以至于这个说法有了圈上整个地球的嘲讽。这当然和二次元没关系，有关系的是圈子入侵。我在某个作品的讨论群体中圈地自萌，我招呼了一些和我有同样想法的人一起圈地自萌，我们才是这个讨论圈子的主流声音。我相信这个情况不是个例吧。且不说游戏王的那个事情，哪怕在各种二游圈子里，这种入侵也不少见吧。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有一个很诡异的词叫宅腐不分家，再看看现在直接就跟你说别来沾边，这个发展过程是不是也是一种寻求庇护壮大群体剔除原住民的操作呢？这个和圈地自萌的用法似乎有那么一点不谋而合吧。曾经用来代表喜爱有些偏执热爱的萌逐渐变成了可爱的代名词，而在可爱之外却是一种残忍的用法，不免让人有些唏嘘。大家还想看什么名词的发展变化呢？欢迎留在评论区，我是凯基，我想和你聊聊动画。